以军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总部，炸地下导弹库，伊朗损失15架战机。伊朗总统突辞职，哈梅内伊密信普京求援无果。以伊互轰升级，霍尔木兹海峡风暴将至。6枚巨型钻地弹加30枚战斧导弹，美军125架战机冲向伊朗。多名俄高级军官丧命，乌大举反攻苏梅。俄境大爆炸，乌军夜袭阿特拉斯油库，战机连环出击，精准摧毁俄军基地。顿巴斯全面交火，乌47旅突袭，俄军大溃败，多点反攻收复失地。乌克兰接收捷克军机，德国投入50亿欧元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6月23日，以色列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目标涵盖德黑兰及周边多处军事与战略设施。据以色列国防军声称，此次行动共出动超过50架战机，摧毁了包括革命卫队总部、雷达系统、导弹工厂与储存基地等重要设施，还包括埃文监狱等内部安全机构。以色列国防军确认，在这轮打击中，共对伊朗境内的6座军用机场发动突袭，摧毁了15架伊朗军用飞机，包括 F5、F14 战斗机和 AH-1 武装直升机，机场跑道与机库也遭到严重破坏。此举大幅削弱了伊朗空军的战力。据多方观察，自这轮冲突爆发以来，伊朗战机几乎未曾升空，大量飞机在地面即被摧毁。另外，以色列对伊朗革命卫队的巴斯基部队总部发动袭击，并且重点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用于储存与发射弹道导弹的地下军事设施。根据以军情报，该设施位于伊朗西部山区，深埋于岩层之下，具备良好的伪装与抗打击能力，是伊朗导弹部队的重要战术节点。以色列战斗机在多架预警机和无人侦察机配合下，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该目标实施打击，命中多个关键入口与核心仓库，引发连环爆炸，整个区域腾起数百米高的火光与浓烟。以军表示，这处地下导弹仓库不仅用于储存中程弹道导弹，还配备有移动发射平台、通信中继站和备用燃料设备，其破坏将对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构成重大削弱。经过此次袭击，伊朗方面损失惨重。据消息人士透露，估计有超过700名安全部门与革命卫队人员在此次袭击中丧生，这是近期最严重的一次单日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亲口证实，以军正在空袭德黑兰的核心政府目标，密集的爆炸声震撼了这座古老城市的夜空，多处电力设施中断，城市北部大片区域陷入黑暗。媒体披露，沙希德贝赫实体大学、国家能源部大楼、革命卫队总部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第9区大楼等目标先后遭到攻击，甚至连象征伊朗强硬姿态的以色列灭亡倒计时钟也被摧毁。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在短短2小时内，以军战机投掷了上百枚航空炸弹与导弹，命中目标包括伊朗境内东西部的6座机场，摧毁了至少15架军机，其中包括老旧但仍服役的 F14 与 F5 战机。此次行动最引人关注的是以军罕见空袭了德黑兰北部的埃文监狱。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埃文监狱的大门在袭击中被彻底摧毁，现场升起滚滚黑烟，爆炸声震耳欲聋。这座监狱因长期关押大量政治犯、意见者和曾参与2022年抗议活动的女性而备受争议，一度成为西方舆论批评伊朗人权问题的焦点。据称，监狱最多可容纳约 1.5 万人。空袭发生后，伊朗民众闻讯赶往现场，企图冲入释放被关押人员。对此，德
德黑兰方面予以否认。伊朗官方通讯社宣称，监狱秩序已恢复，相关情况正在核实中。面对这场突袭，虽然伊朗军方声称将进行坚定报复，但截至目前，除了象征性的向以色列发射10至15枚弹道导弹外，并未造成明显实际破坏。随着导弹准备时间拉长与拦截率提升，伊朗实施大规模报复的能力正在受到严重制约。另外，伊朗宣称命中美军在叙利亚哈萨克省的基地，但未有任何照片或视频证据佐证。在以色列与伊朗展开新一轮高强度的空袭与导弹交火之际，伊朗国家电视台突然宣布了一则震撼消息：总统佩泽什基安辞职了。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伊朗的总统地位有限，真正掌握实权的是藏在地堡中的宗教领袖，但在战火刚刚点燃的时刻，总统辞职显然非同寻常。这场战争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大的风暴。中东各反美武装也陆续表态，胡塞武装宣布恢复对红海美以船只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宣称将打击美军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表态攻击周边美军基地。大战当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访问莫斯科，向普京递交哈梅内伊的亲笔信，寻求俄罗斯进一步支持。但俄方虽然口头谴责美国与以色列的行动违反国际法，却未明确承诺提供军事援助，显示俄方在这场冲突中依然保持谨慎。从伊朗过去的行动来看，其报复往往停留在发言先行、行动观望的层面。无论是发射导弹前透过第三方通知美军，或是利用代理人进行低烈度袭击，伊朗多采取控制节奏，避免全面冲突的策略。面对战事压力，伊朗议会宣布了一项激进计划，拟对所有与美以有关的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可能成为地缘博弈的新焦点。要知道，伊朗虽然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但真正实施的风险极高。封锁该海域不仅涉及侵犯阿曼主权，还将触怒美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关键的是，伊朗自己的石油出口也将被切断，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尽管伊朗高层表态已做好应对2年冲突的准备，但实际可用资源有限，真正的军事选项并不多。另外，以色列船只大多不走波斯湾，美国也早已能源独立，真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是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根据专业数据，约 83% 的过度船舶来自亚洲，欧洲与美国加起来不到 10%。若伊朗真封锁海峡，首先受害的是自己和其主要贸易伙伴，收益最大反而可能是美国和俄罗斯。更何况，强行封锁霍尔木兹不仅激怒全球，也可能招来毁灭性报复。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就曾因伊朗试图封锁海峡而将其海军清零。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高调提出 MIGA（Make Iran Great Again） 的口号，正在借助以色列军事行动塑造对伊朗强硬的政治形象。伊朗在这一节点上若采取过激行为，恐怕将陷入更不利的局势。从核设施被炸到象征建筑被毁，再到总统突然辞职，伊朗此次确实遭遇了沉重打击，而其强硬反击与封锁海峡的喊话，更多是向国内展示不服输的姿态。伊朗的宗教政府明白，对外演强硬，对内保稳定，是他们延续统治的关键。但外部威胁越强，内部经济越差，强硬秀肌肉的难度也就越高。导弹可以打，但数量越来越少；报复可以叫嚣，但力有不逮。时间一长，演不下去了怎么办？美国总统川普已公开警告，若伊朗报复美军，将面临全面打击。与此同时，美军已在中东部署3艘航母，外交人员部分撤离。伊朗清楚，
真正惹怒美国，袭击美军基地，不仅可能失去政权，还可能迎来国家危机。因此，喊话归喊话，动作归动作。伊朗现在更可能是在制造反击的假象，为后续的外交谈判赢得筹码和时间。在以色列大规模空袭德黑兰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已震动全球。事件发生后，更多细节陆续曝光。2025年6月21日深夜，当大多数人还在沉睡时，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灯火通明，7架 B-2幽夜行轰炸机悄然滑出跑道，飞向万里之外的伊朗，执行代号为午夜之锤的突袭任务，目标直指伊朗境内多个深埋的核设施。事情得从几个月前说起。美国总统川普下定决心要终结伊朗的核计划。伊朗的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座核设施藏在深山或地下，防得跟铁桶似的。怎么打？川普先来了一招心理战。他通过第三国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捎话，我们不打算推翻你们的政权，只是想解决核问题。这话让伊朗放松了警惕，以为美国只是吓唬人。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西海岸大张旗鼓地调动 B-52轰炸机，让伊朗误以为进攻会从关岛基地发起。实际上，真正的杀手锏 B-2轰炸机正悄悄在本土待命。6月19日，川普正式批准行动，但对外还放烟幕，说2周内再决定。这招够狡猾吧？6月21日凌晨，7架 B-2轰炸机从怀特曼基地起飞，开始了37小时的超长飞行，跨越数千公里。这是有史以来 B-2最远的任务。125架战机，包括 F-35和加油机，为他们护航。每架 B-2有2名飞行员驾驶，14人中至少有1位是女性。他们轮流休息，靠自动驾驶仪撑过这场马拉松飞行。一架 B-2因技术问题中途降落檀香山，6架继续执行。6月22日凌晨2点10分，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突然炸响，6架 B-2投下12枚 GBU-57巨型钻地弹，每枚重13吨，能打穿60米岩层，精准砸中地下80米的浓缩厂房。卫星图像显示，山坡上多了6个大弹坑，通风井附近全是碎片。纳坦兹核设施也被2枚 GBU-57击中，地下离心机大厅受重创。同时，一艘美国核潜艇发射30枚战斧巡航导弹，把伊斯法罕的地面设施炸得稀巴烂。伊朗的防空系统愣是没反应过来，伊朗被打懵了。6月23日，他们向卡达的奥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导弹报复，幸好没伤到美军。接着，伊朗议会传出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这可是全球石油命脉。不过，德黑兰后来澄清，只是议员达成了共识，决定权还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像是在试探国际反应，因为封锁海峡可能让油价暴涨 70%， 引发全球危机，但以色列海军随时可能反击。更麻烦的是，空袭前2天，卫星拍到福尔多核设施外有大车队，疑似转移了400公斤 60% 浓度的浓缩油。这批油去哪了？没人知道。以色列说纳坦兹的浓缩油大多没转走，已被炸毁，伊朗核计划倒退10年。但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这400公斤油仍是隐患。川普在福克斯新闻上说，这次行动用了6枚巨型钻地弹和30枚战斧导弹，堪称完美。副总统万斯也表示，伊朗核武进程被显著延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是乐开花，说他们掌握了浓缩铀的有趣情报。但事情没那么简单。美国官员私下承认，福尔多核设施被重创，弹幕全毁，纳坦兹被摧毁，伊斯法罕情况不明。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空袭没造成辐射泄漏，但轰炸核设施的风险让人捏把汗。日前，俄乌战场传来重磅消息，经俄乌双方确认，
俄罗斯空军司令谢尔盖·科贝拉中将在顿巴斯地区视察任务结束返程途中，乘坐的直升机被乌克兰军队击落、坠毁爆炸，当场身亡。这是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俄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之一。事件对俄罗斯军方造成重大震动。与此同时，乌军在苏梅方向的战斗也取得重要进展。乌克兰第225突击团成功阻击俄军第30摩托化步兵旅的进攻，并在安德烈夫卡地区击毙俄军营指挥官上校亚尔采夫。接连2名高级军官被斩，显示出乌军在前线情报与打击能力的提升，也让俄军指挥系统面临更大压力。当前乌东战线正处于高强度交火状态，局势或将因此再度升级。此外，俄乌前线战事持续紧张，乌克兰军队近期在苏梅方向成功展开反攻。根据多家情报与军方消息，乌军已在安德里伊夫卡等地取得战术性进展，并稳步推进至周边定居点。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最新发布会上证实，苏梅地区局势已得到初步稳定。他表示，乌军在尤纳基夫卡方向推进约700米，并成功阻击俄军多次试图突破的攻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德里伊夫卡的收复不仅意味着局部战果，更有助于强化乌军在苏梅左翼的防线结构。早在6月初，俄军曾大举进攻苏梅地区，并不断在宣传中强调很快拿下苏梅的说法。但事实表明，乌军顶住了初期压力，如同去年在哈尔科夫方向的防守与反击策略，现阶段已经稳住阵地，并开始局部反攻。除了苏梅战线，乌克兰方面还确认，乌军目前仍控制着位于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地区约90平方公里的战略地带。尽管面积不大，但该地控制权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牵制俄军兵力，还可有效阻断其从该区域向乌境内发动新的攻势。在俄境内连夜发生的2起火灾也引发高度关注。首先是罗斯托夫地区的阿特拉斯油库再次起火 ，NASA 卫星监测到火点清晰可见。该设施此前已多次遭乌军远程打击。随后，在外贝加尔边疆区的森林区域突发大火，火势蔓延至附近居民点。目前起火原因尚未公开，但从5月以来，俄境内已多地出现类似火情，不排除与反战游击队或破坏行动有关。6月23日凌晨，乌军出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距离前线约170公里的阿特拉斯大型储备油库。据悉，该油库此前多次为俄军提供前线燃料补给，是俄南部战区的重要后勤枢纽之一。此次袭击发生时，当地上处于深夜，乌方无人机突破俄方防空系统，成功引爆了油库中的部分储油罐。现场火光冲天，伴随剧烈爆炸声。卫星图像显示，爆炸造成的火焰和烟柱在数十公里外清晰可见。尽管俄方尚未对损失做出详细通报，但多家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和目击者证言显示，火势一度难以控制，多个消防队赶赴现场扑救，现场交通一度封锁。乌方尚未公开确认具体攻击手段，但有分析指出，此次极可能动用了远程改装型无人机或配备小型弹头的自杀式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军在空中战场的表现也在加强。据报道，乌克兰战机再次突入库尔斯克地区空域，在靠近乔特基诺的重要节点，使用2枚法国制造的 Hammer 炸弹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的一个基地，造成一定损失。乌克兰空军还出动战机摧毁了一座俄军用于运送军事装备的桥梁。此次打击目标位于俄乌边境附近，该区域近期已成为乌军打击重点。除桥梁外，边境口岸与相关设施也遭到连续攻击，显示乌方正试图切断俄军的后勤补给线。在乌东战场，乌第47旅使用赖卡无人机与海王星导弹突袭俄第25级团军第164旅，战斗持续至凌晨。俄军被迫放弃大量装备溃退，乌军乘势收复迪布洛娃等定居点。
在顿涅茨克地区，俄乌双方也爆发激烈交火。乌克兰军队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成功抵御了俄军发起的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俄方此次投入了多达24辆装甲战车，包括 BMP-3 步兵战车与若干坦克。然而，乌克兰第55炮兵旅与无人机作战单位展开联合作战，成功摧毁俄军20辆坦克与装甲车，迫使敌军撤退。随着俄军在多布罗皮利亚的进攻受挫，该地区也逐渐成为顿涅茨克的焦点战场。预计未来数日内，俄军可能继续尝试发动新攻势。在南部战线，乌克兰军情局特种分队联合其他单位，在俄战区莱瓦格涅至莫洛长斯克之间炸毁了一列运送燃料的俄军列车，11节油罐车发生连环爆炸，形成的黑烟在20公里外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俄罗斯军方对乌军赫尔松州达维多夫布罗德地区的一个机械化旅训练场实施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打击。事发时部队正在演练，袭击造成至少3名乌军士兵死亡，11人受伤。俄国防部声称，此次攻击还摧毁了10辆军用车辆、一支防空小组及其无人机拦截系统，并称乌军伤亡超过70人。乌方则立即启动事故调查委员会，指出这是1个月内第2次训练场遭袭。6月初的239号训练场事件曾造成12死60伤。随后，乌陆军司令德拉帕蒂引咎辞职。6月22日，乌克兰空军再度获得新援，一架来自捷克的新型轻型双座军机 Shark 正式交付乌克兰军方，预计很快将投入实战。这款军机搭载了先进的电子战系统，专门用于探测和追踪俄军频繁使用的 Shahed 无人机。一旦锁定目标 ，Shark 可立即启动干扰装置进行打击，有望有效降低拦截成本，提升乌军空中防御能力。除了捷克的援助，乌克兰方面还证实，加拿大也将帮助其对现役直升机进行现代化升级，使其更具备对抗无人机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整体空防体系。另外，德国正在从更深层次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建设。根据最新消息，柏林决定与基辅联合开发一款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该导弹不仅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其载荷更是美国 ATACMS 导弹的2倍，意味着俄军前线与纵深目标都将暴露在乌军的打击半径之内。为推动该项目，德国政府计划投入高达50亿欧元。这标志着德国不再仅仅是援助武器的提供方，而是正逐步成为乌克兰军工合作中的核心伙伴。考虑到德国在军事制造领域的深厚实力，这种合作对于乌克兰而言，甚至比单纯接受武器援助更具战略意义。与此同时，乌克兰在防空领域也获得了北欧国家的新支援。挪威国防部长托雷·昂修乌斯桑维克日前首次访问基辅，并与挪威康士伯公司代表一道宣布，将扩大与乌方的防务合作。康士伯公司是著名 NASAMS 防空系统的制造商，目前已在乌克兰设立办事处。未来，挪威将协助乌克兰扩大拦截导弹的产能，并升级包括海基平台在内的防空网络。尽管乌克兰近期获得了新一批爱国者系统，但由于爱国者导弹数量有限，单价昂贵，再加上美国援助的不确定性，乌方必须提前准备替代方案，以确保持续的防空能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